今天这一期相当于给摄影人搬来了一个加油站啊！欢迎大家来到马克的频道。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买了一台相机，真的就像是买了一个毛坯房，你后边要花的钱、添的东西，比你想象的要多得多得多。今天呢，跟大家分享几个我觉得比较有意思也很有用的配件，有了它们，摄影人就相当于有了自己的乐子箱。到底是什么让我的摄影更上一层楼呢？本期视频全部都是我自己的个人使用经验，大家可以放心使用。那我们现在开始，有了相机呢，就会去买各种滤镜啊，但是谁都逃不过，就是当你要安装或者切换滤镜的时候，很麻烦、很下头这件事儿。这是一个转接环，买来之后呢，就一直被拧在我的镜头上面啊。那么只要用上滤镜的时候呢，我就可以直接取出滤镜，哎，它直接带一个这个小包啊，直接往上这样一放，它就直接怼上了。相对于传统的这种滤镜来说的话，它就省去了这种拧来拧去的这种很麻烦的时间，你用点力气甩的话都甩不掉，我觉得还是挺靠谱的。那我买这一套的组合呢，它是有4颗滤镜，黑柔、中灰的渐变镜，2个 ND 镜，4个滤镜200多块钱，我觉得完全足够用了。ND 滤镜就可以直接去无限的放大光圈，这样呢就可以得到更好的背景虚化，都可以直接用上它。那这个渐变镜呢，在拍摄景色的时候，比如说像日出日落、天空的这种反差的这种视频，那这种情况下一定能用得上。我最喜欢的就是这里边的黑柔滤镜，拍出这种晕出高光的这种感觉，很有高级感的这种电影感。总体来说，我觉得这种磁吸系统的滤镜还是比较实用的，省事儿省时间，你会更爱用啊！这里边全部都是我珍贵的10年的照片，这个是我当时在工作的时候访问刘涛的照片，然后这个是跟 TFBOYS 的照片，然后这个是我和薛之谦和周冬雨的照片，真的超多的回忆。我总会觉得把照片放到手机或者电脑网盘里边，最终它都会变成沧海一粟，被淹没在记忆当中。所以呢，我在10年前就养成了一个习惯，把一些比较珍贵啊或者值得回忆的一些照片，全都给它冲印出来。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呢，我就入手了这个照片打印机，我觉得还挺好玩的，就是想打印的时候不用再出门去找打印店了。当你有想冲的照片的时候，你直接用手机蓝牙一连，或者是往这儿直接一插，就可以直接打印。家里面办 party 啊，拍到我们家猫主子的可爱的照片啊，旅行很精彩的照片啊，我都可以直接用它打出来。这样的话就可以永久的把它保存下来了。当然这个牌子我觉得应该也不会有人不知道啊，应该小时候家里面都会有一个柯达的那个胶卷相机吧，如果你要是有过的话，说明你年纪也不小了。打印出来的照片呢，不管是成像还是清晰度，我觉得都完全没得说。比如说像是这个照片，这个是我翻拍的我奶奶家的相册的照片，这个得挡一下啊。这个大概有30年的时间了，我满月的时候的照片，奶奶抱着我。然后这个呢，就是小马克遛鸟的遛鸟，我觉得真的挺好的。你没有办法想象这个是30年前的照片，然后我现在打印出来，就把它放到我家里边，看着它的时候，我就觉得，从这么大长成这么大，我怎么长这么大个了都已经。大家觉得它打印出来的效果怎么样？我觉得质感还是挺在线的。一张的话，差不多核算下来1块多一张，相比较拍立得动不动就3、4块钱一张，我觉得这个还是很有优势的。在不同的拍摄场景呢，会使用不同的灯。那我这边呢，从这种挂在相机上的这种小灯补光灯，再到棒灯，再到我面前现在正在使用的这种大的这种深抛灯，各个角度、各个用途的这种灯的话，我都有给它配齐。这里边呢，我觉得使用场景最多的，或者是我比较常用的吧，就是100瓦的这个补光灯。这是我刚刚从前面拆下来的啊。那相比较起来的话，它的体积真的很小，就是还没有我的手掌大。相比较这种大灯来说的话，它比较方便放在你的背包里面，不会占更多的这种空间。当然你别看它小啊，体积虽小，但是它100瓦的这种输出功率确实是很顶的。基本上大部分场景的话，咱们就是说一灯搞定。那操作呢也非常的简单，它在这边呢有2个这个旋钮，它是这种金属质感的这种旋钮，一个呢是控制它的这个亮度，另外一个呢是可以这种无极调节它的色温。扭动起来呢，它是有这种段落感的，是有这种阻尼感的，手感也是非常不错的。还可以这样通过按压的方式，你比如说像是这个亮度这个按钮，你这样摁压一下，它就跳到50%。
再压一下它就到100%的亮度。操控起来的话非常的简单，当然也可以通过手机去连接它的 APP 就可以用手机去控制了。这个我觉得就很方便，因为像刚才这个灯是放在这个位置的，如果没有手机 APP 的话，我需要这样来回的这样跑，然后看它的那个数值啊。但是呢，有了手机 APP 这个操控的话，去调节它的亮度啊，它的色温啊，包括可以去选择它自带的这种场景的预设，也可以去把自己常用的这种参数保存起来，就相当的方便。使用下来呢，整体的光的质感还有表现还是相当不错的，我比较喜欢。那后边呢，它是有一个这种散热的风扇，会根据温度自适应的调整它的这个风速。一般情况下，1分钟左右就会自动的开启了。毕竟它设计的比较薄，所以呢，发烫这件事情，目前在这么大小的这种品类的这种补光灯来说的话，还是会有这样的问题。但是目前来说，没有出现过这种因为发热而停止工作的这种情况。我入的这个是智云X1版的 Combo 套装，所以它有一个这个手柄电池。如果你出门用的话，其实很方便，直接往上这样一插，然后给它开机。我瞎了！这11，我刚才整个眼睛要瞎了，我真是瞎了眼，竟然会看上你。这个手柄电池呢是15600毫安，打开全功率去使用的时候，基本上可以支持差不多半个小时的时间的这样拍摄。像在家里边这种长时间的拍摄，我就会直接给大家用自带的这个电源线来去供电。其实呢，还有一个方案可以去省下买这个 Combo 套装的钱，就是可以直接搭上这样的大功率的充电宝。这个是酷泰科10号，这个是15号。我说句实话，我在没做博主之前，我就以为充电宝的这个容量越大，充电宝就越好。但其实充电宝的充电速度主要看的是它的功率。像是我之前买的这种200多块钱，只有15瓦 ，iPad 都充不上电，就是电压不够，只能给手机充个电。那这两个呢，都是最大可以支持150瓦的输出的。所以像手机iPad， 甚至我刚才说的灯，甚至我的 MacBook。它的功率都是能顶得上劲的。像这个10号10000毫安，100多块钱的价格，原配的这个240瓦的这个线也差不多要几十块钱了吧？其实我觉得还是挺有性价比的。那体积上面呢，10号的这个10000毫安，它的大小像是一瓶这个红牛的大小啊。我专门给它买了一个这个硅胶套，出门呢就不怕摔了，装到包里边或者是放到兜兜里边都是比较轻松的。那15瓦的这个它的大小呢是。跟这个一听的饮料差不多大小，2万毫安。然后在这个后边呢，都有2个标志，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它都可以带上飞机或者地铁都是没问题的。那像我自己本人比较喜欢这个10号，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这个地方有一个这个显示屏幕，可以实时的看到它的输入输出的这个功率调成这种常亮的模式呢，你就可以看到它充电和放电的这种数值这种变化。如果你是一个极客爱好者的话，我觉得你应该会非常的爽。单口可以达到快充的 PD 100瓦，不管你是什么牌子的手机，都是可以嗖的快充。即使你在给这个充电宝回血充电的时候呢，它这个输入的功率能够达到90瓦，也就是说从全空到充满只要半个小时的时间，10分钟就可以给你的充电宝充到40%。如果你着急出门，这个时候你发现手机没电，充电宝也没电，整个人你当场真的就碎掉，没关系，把它插上电，把手机也插上电，你再磨几个10分钟，手机有了30-40的电，充电宝也至少有了40%，这个电量续航焦虑就解决了。为了让整体的画面更有质感呢，我也是花了小心思的。比如说你们看我现在身后的这个感觉很像是百叶窗的造影，其实它是通过我旁边的这个手电筒投射出来的，营造这种阳光或月光照进房间的样子啊，小范围的这种创意摄影的补光啊，再或者是生日的时候切换这个颜色到红色，投射出这种浪漫的氛围啊，婚礼摄影的时候打出这种喜字啊。虽然刚才我投射的这个光影，很多的人都说它是纯欲风铁窗泪。使用起来呢也非常的简单，把这个硅胶投影罩直接往上一套，然后呢装上它附带的这个造影片，它这个里边有不同的这种造影片啊，像是我刚才用的就是这个百叶窗的，然后还有这种圆筒的、闪电的啊，好多不同的这种造影，就可以造影出不同的这种效果。只有一个按钮，就是单击是可以去切换它的这个颜色，哎，这切换成红色，然后这个是暖色，
蓝色。旋转这个按钮呢，它就可以去调整它颜色这个亮度。续航4个小时，我觉得也是完全够用了。那前边这个地方呢，它是有一个这个带有阻尼的伸缩的变焦圈，可以去控制这个投射的范围。我觉得就真的很有意思，它能够让你的整个的画面有一个质的飞跃。这个是一个气吹啊，用上之后才知道一个什么叫做爽，尤其是夏天的时候，每次出去拍摄热到爆。奈特科尔的吸力风，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没它能活，有它更好的一个小东西。怎么说呢？就是小巧，但是它很强悍。比如说镜头上的灰，设备屏幕上的灰，相机缝隙的灰，无间道里的渣渣灰。教义自由，提线到手。我是江家辉。按到这个启动键，直接就启动了，就可以清除表面大部分的灰尘或者颗粒。那相比较手动气吹来说呢，它就更有效率和更加的彻底啊。那日常当中的清洁，这种镜头袋呀或者相机包也可以直接去使用它，就可以防止灰尘或者这种细小的颗粒在存放或者使用当中进入到设备里面去，像是电脑机箱或者是这个键盘缝隙，平时比较难收拾的地方就非常的方便。底部这个地方呢有一个1/4的螺孔，就可以固定在你的三脚架上面。在拍摄的时候呢，给模特吹头发，给树叶造一些风动的场景，甚至在外出户外露营的时候，还可以给床垫去充气，就蛮有意思的。摁2下这个启动键呢，就可以直接持续的出风，整体的可玩性还是很强的。之前我有分享过几款三脚架，那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就是我的新宠独脚架，真的好方便啊！我之前为什么没有发现这么好的玩意儿呢？为什么会选择买独脚架？咱们需要在这儿说。当你需要快速移动的这种场合，或者是你在拍摄过程当中需要不断的变换角度、变换构图，你就会发现独脚架真的很香。它比三脚架灵活的真的就是不止一点，可以兼顾到你需要拍摄的这个位置和场景。那在人多的这种场景，或者是空间比较受限的时候，它就可以占比较少的这种位置啊，不会去妨碍到别人。那拍摄一些街景的时候呢，确实非常的便利。市面上面的款式也不少，但是我直接冲洋葱工厂松塔 Pro 这一款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这个功能。一键升降就是一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Sorry， 摁住提起来松手，摁住放下去松手，直接摁下去这个动作就是解锁，松开它就是锁定。那相比较之前的那种扳扣式那种脚架啊，真的就是它是真的快。我发现在摄影装备上面，只要你够方便够快，它就是王者。这个把手呢，就很像是我们在骑自行车的时候的那个刹车的感觉。反面这个位置呢，有一个这个按钮，往下一推，直接就锁住了。那这个刹车呢，它就搬不动了。顶部的这个位置呢，它有一个快拆的设计，底部相同的也有一个快拆。顶部的拆下来，直接安装到下边这个位置呢，直接就变成了一个低角度的三脚架。在它底部的这个位置呢，还有一个巧思啊，就是你脚踩一下，它直接就进入到了一个这种限位的状态，就可以倾斜到你需要的这个角度。那在这儿呢，可以去调节运动的阻尼，想要回中呢，这样再一踩拉回来，直接就锁定了。自从我入手了之后，我是真的一直在去使用它，我觉得使用率还是非常非常高的。在这个外边的街拍方面的话，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帮手。整体来说呢，我觉得目前在独脚架的市场当中，洋葱工厂的这根应该算得上是非常有地位了。如果非要说有哪些问题的话，我觉得就是它的收纳的这个高度，如果在这方面在未来做得更好的话，那真的就是完美。我猜大家一定跟我一样啊，买来相机之后自带的那个肩带一定是原封不动的装在盒子里面被封存起来的。一个是它的拆卸真的非常的麻烦，第二个就是佩戴起来它磨你的后脖梗子非常的不舒服。那我自己呢是给每一台相机都配了一根肩带，大家可以自行的去对比一下。一个呢是巅峰时刻的这一根，是我最早入手的。那这个就不用说了啊，快装界呀、肩带界的老大哥了，除了价格贵一点点，其他无敌。那另外的2根呢，一根是来自小隼的，另外一个是 PGY Tech 的，佩戴起来呢，它的这个感受都是非常不错的。价格从200多到600多，大家可以去自行的对比选择。这个呢是相机的自粘布，陆陆续续我买了差不多4、5块了，分别去包裹我的无人机、相机、运动相机。最便宜的话大概30-40块钱一块就拿下了。那这个呢就很方便、很快速的能够去，就是把你设备带出门的时候去保护好它，避免这种在包里边这种各种摩擦。其实就非常的简单，你只需要这样，给它这样随便的一包，它就直接包起来了。
它粘起来还是挺牢固的，主打就是一个便宜又省事儿。好了，各位，以上就是我的摄影人乐子箱的开箱分享啦。如果要是对你有帮助的话，也希望你能够帮助我去点赞、订阅、关注，一键3连。在这儿先谢谢大家了，这里是小马克的频道，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拜拜。